然他什么都听见了，那你也不需要再瞒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把你给开了的。就算说他这次非常生我的气，还是要把你给开了，那也没关系。那你就过来给我当助理，工资一样多，怎么样？还是不要了吧，长期的，我可伺候不了你啊，大小姐。其实我又不需要别人伺候我，我就需要有一个人陪我而已。小程，我说你刚才打球的时候心不在焉想什么呢？我就是觉得，好像自青灵回来以后，我感觉我和小晶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和轨道上努力。你这个叫婚前恐惧症。但是呢，有句话我得告诉你，如果你现在真的选择跟他分手了，我不知道你的成就感去哪儿找。想想吧。难道又和嘉诚在一起？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上次我来试婚纱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跟我一起来的，你还记得吧？哦，我记得那个女孩。我好像还让你给她拍照片了，对吧？哦，对，你要什么？哦，不用我给你去拿。不用，你就用这个女孩的照片帮我合成婚纱照吧。用这个女孩的脸。对。给我加点水。哦，好。你走，那是不是说明你不开除我了？文文不会同意的。我跟你说啊，怡总，你真的好了解赵文文，你知道吗？刚才我送她回去的时候，她也和你说了一模一样的话。那你觉得他有能力摆平这件事吗？站在你的角度来看呢，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那个男人吧？他其实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没有担当、没有教养的男人。文文现在已经看到了，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想明白的。只是吧，你也知道，女人在飞蛾扑火的时候，往往就会失去理智，做出一些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一旦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没事。你是说你自己啊，还是说赵文文？把急救箱给我拿来。1个小时以前，你给我汇报的是全部吗？绝对，绝对是全部，所有细节都没有落下。全都把酒戒了。这，只能要易总自己命令他了。易总，急救箱来了，急救箱来了！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给，有哪个？
点亮啊。师姐，你手怎么了呀？哎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犯了错误，你也犯不着摧残自己的手吧？易总，张凯在上班的时候，他看热血漫画。喂，我是在关心你，当着易总面你打我小报告。还好，骨头没什么事儿。漫画出到多少回了？报告易总，出到278回了。哦，对了，易总，刚才外头送来一个信封，说让您亲自拆。我检查了一下，应该是硬纸片吧，没有什么安全问题。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全身黑色，黑帽子、黑衣服、黑鞋子，穿得跟个黑衣侠一样。果然拍的是赵文文啊！谁呀？一个穿着全身黑色的人，还戴着棒球帽，那天就在咖啡馆门口就逮着赵文文拍。你都看见他拍了，你不抓他回来？那天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他晕倒的事情上了，我马上就送他去医院了，没顾得上。你觉得这是谁干的？这还用猜吗？明天就是格兰城配套设备的定夺会了，这个节骨眼上送这种东西来，很明显是在威胁咱们呀。所以施一清东想利用赵文文的事儿，在格兰城项目上反将一军。如果是真的，那专家评委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打点过了？那还用说吗？可是这样的话，对你们的努力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你不会妥协的，对吧？这些照片，我们3个谁也没见过，千万别告诉文文。知道了。小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静，我以为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到底怎么了？我一直觉得我们2个人很快就要结婚了，他就能把触角伸向易总。可我没有想到，他什么都想要。他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幸福吗？嘉诚，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再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踏实啊？小静，你能不能不要在一件事情上一直在闹情绪？燕斐今天跟我说了，我们2个有可能是婚前恐惧症。可我真的在想，我们2个是不是应该静下来想一想，想想这到底是不是我们2个想要的未来？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着你好像后悔了呢？我问你，我如果大学毕业，没有宋教授直接给我推荐到城建院，而是自己做了一个小作坊去做设计工作，生活窘迫，可能要3年、5年，甚至很多年以后才能被勉强的称作一个设计师。那么我们未来……好了，你别说了，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假设。我不可能不是宋凯之的女儿，你更不可能不是我的未婚夫。现在我们家的机会、条件、关系都有了，你就当成是你的，直接拿去用就是了。你不要听高彦斐瞎说，他那创的什么业啊？他要是没关系，他创个屁啊！他背后也是有人支持他的。你跟他不一样，
你爸妈在清理，你们在设计圈没有关系，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踏踏实实在我爸那儿，这才是你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小姐，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离开你，我什么也不是？这不是觉不觉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正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这种靠男人上位的女人太可怕了。叶嘉诚，你必须离他远一点。请。这就是英国来的设计师。哦。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啊 ，OK。董事长，董事长。为了这个格兰城的项目，说句老实话，我真的是操碎了心，整夜的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特意跑到了英国，请到了业界的大师查尔斯先生，来为我们这个项目出谋划策。开始了没有？好了，接下来呢，就请两位设计师分别的来阐述一下你们的理念。在座的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城市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叶嘉诚。我的设计理念是极简环保的邻居，第二个家。大家可以通过 PPT 看到，我对中央配套的一个设计是硬成一个椭圆体，总共6层，地下2层，地上4层，顶层会有阳光玻璃顶。整个中央配套设计应该有3个出入口，每一个出入口都会有玻璃长廊联合组成，其中一个入口向内延伸30米，则可直通小区中央内部。中庭的亮点是一个玻璃旋转楼梯，它由藤蔓盘绕，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阳光直接打入楼梯间，藤蔓可以随着楼梯一起盘旋向上生长，它可以越爬越高。效果怎么样？这样给小区带来了循环的生命力。同时，彩虹管道作为这个中央配套的一个外部设计，也将成为非常经典的地标性设计。我相信有很多的业主会跟他的朋友们说，我在彩虹路边等你。而且这些和留白的玻璃外观设计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还没有什么反应啊？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很牛掰啊！公司送我套格兰城的房子吧。那就好。我相信，作为第二个家，实用性和舒适性则是我的优先考虑。可是我喜欢没用啊，专家和股东们喜欢才行啊。谢谢大家。好。Cheers。Thank you. It's fantastic. Thank you. I love it. It's your turn. Thank you. Thank you. Dear respected, my name is Charles Bean.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and introduce to all of you my concept design. My concept design is about the London. 查尔斯的怎么样？就是一个带有英式古典风格的小城堡，没啥意思。那你觉得我们有优势吗？ Like I've mentioned before, they are all different styles with different concepts. 比叶嘉诚的要显眼一些，因为最高处有6层，是瘦高型的，有点大本钟的样子。易总怎么看？ As you guys can see, like I've mentioned before, they're all different styles with different concepts, and I believe you will like them all. 我哪知道啊？他面无表情，听起来很认真。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It is unique and special.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们怎么看呢？各有千秋吧。还是由专家说说吧。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个叶设计的方案。这样吧，要不然咱们就别墨迹了，咱们就直接打分，10分制，请3位专家给出2组数字，咱们取一个中间的平均值，怎么样？好。好，那我们就来按照京东所说的，请专家给出2个作品的相应分数。你看看啊，不想补充。请亮出叶设计的分数。请亮出查尔斯的分数。哎呀，还是查尔斯技高一筹啊！确实，也没差多少。英国来的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结果呢，我赞成。第一个设计呢，我觉得太简单了。败了。当然了。它也有它的亮点，但是以这种人文和环保为考虑的，这无形中呢流失了咱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华丽呀。我就听说澳门那边正在建一个什么威尼斯人，哎，咱们可以建一个小伦敦人嘛，挺好啊。这人啊一看就记住了。再说了，这格兰城啊就是个标准的住宅，业主们呢也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你跟他们说环保、生态循环，以及这个极简主义什么的，他们懂个屁呀！不好意思，在座的各位前辈，我想说2句。这一次，我首先要感谢易茂集团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去挑战学习。其实商业领域的设计，我接触的并不多，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刚刚这位前辈所说，工薪老百姓不在乎生态以及环保，这一点我非常不认同。我认为生态环保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普及，不应该有偏见。纯钢筋和水泥的建筑，它没有生命力，就是再普通的住宅，它也是一个家。伦敦虽奢华，但它毕竟是意象。你说的这些没用，你就是个设计师，也一样，不懂市场，不懂生意。别扯那些没用的理想，哎，你的设计就明显比查尔斯设计的工期要长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去解决这个危机的基础上，再来吸引别人的眼球啊！什么意象不意象的，只要新鲜漂亮就可以了嘛。裴总，你觉得呢？我相信3位专家给出的结果
舅舅不远万里的把查尔斯从英国请过来，为了我们这个项目，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易总也没反对。喂，宋教授。我下午就赶回去了。您都知道了。我没事，那我下午去找您吧。拜拜。嘉诚，你不要在意啊，这个会议一点都不公平。你上去吧。我陪你待会儿，我就上去。我没事的，你走吧。那好，我不吵你。不过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虽然我知道你对待你自己作品的评价很在意，但刚才在会议室的那些人根本就是一些生意人，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人的。他们不用代表所有人，他们代表他们自己的意见，我的作品就不会被采纳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我根本不知道这照片是什么。这照片什么意思呢？这照片不是你弄的？当然不是。我知道了。上去吧，我走了。易总，咱们就这么轻松的让易新东占上风了？这董事长还把赵总给请过来了，这是为什么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他看你笑话吗？这会不会跟赵小姐的事情有关系啊？哎，这不是让易新东一箭双雕了吗？他巴不得破坏你跟赵家的关系。我就是要让他得逞。什么意思啊？他露出的尾巴越多，外公看得就越清楚。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你说，这易钦东到底知道多少关于赵小姐的事情啊？这就不好说了。易总，我想跟你谈谈。师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要纵容这样的不公平发生呢？谁呀？叶嘉诚啊？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在设计上出现问题，而是你们这些大老板根本就理解不了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心血，还有他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精力和时间，包括激情。我们这种大老板，我真没想到，你也是不在乎的。师姐，这我们跟设计院合作是有正规合同的，他工作，我们付酬劳，咱们又不是没给钱，你替他着什么急啊？这不是钱的问题。OK， 这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设计的问题，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为什么要在乎呢？我们这种大老板，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建筑师的挫败感？师姐，如果你再因为情感，或者说因为你的冲动影响到了工作的话，即便是赵文文给你说情，对不起，他不做人。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受到了打击啊？确实很被动。这件事情有它本身的游戏规则，其实集团的内部斗争也很正常。可凭什么我的作品要牺牲在内部斗争中？哦，
你不必把自己当成牺牲品。我知道，失落感你一定是会有的，但是还是要尽快的调整过来。设计院未来的好项目有的是，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嘛。孙老师，我做设计是希望把它从纸上变成现实。不要太理想主义。其实每一个设计师的家里，那都不知道堆了多少非常优秀的图纸，而没有被建造出来。随便拿出一张来，可能都比现在的要好得多得多。只是它不一定适合现在城市发展的需要，或者说是不适合地产商赚钱的需要嘛。可是我的设计又没有违反他们的项目需求和定位，而查尔斯他只是随随便便拿了一个英式的建筑过来，一点诚意心意都没有。只要易茂他不在乎，他敷衍了事和你也没关系嘛，你就不要再纠结了。之前，易佩和我交过底了，易茂刚刚涉足地产，只要根基打得好，未来项目有的是。我们设计院根本又不缺项目，易茂只是一小单，维护好关系，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易佩这次欠我一个人情，未来有机会他一定会还上的。我明白了，这些门道和设计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嘉诚啊，你很聪明，不过也不要只沉浸在自己的设计世界里。关于你自己未来的定位，你该好好想想了。好了，晚上啊，我有个饭局，跟我一起去。要见的是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你也认识认识，或许对你的未来很有帮助啊。来吃点。谢谢阿姨。小姐，来，你也来一点。谢谢妈妈。阿姨，等您身体恢复了，你也教教我做菜吧。小姐这明显已经出师了，她烧的菜好香啊。这是小事，你常来，阿姨教你啊。阿姨啊，是担心石姐，你看她工作这么忙，身体会不会累垮？可不是嘛。今天呢，我带了红豆奶茶，等一下小客呢就喝一口。小姐，小姐，小姐，有心事啊？想什么呢？哦，你今天别回学校了，就住这儿吧。本来我也没打算回去。来，那我妈交给你了，等一下别让她洗碗，我出去一下，回来我来洗。你怎么又出去了呢？你们公司也不能这么用人呐。阿姨，不用担心，不一定是公司的事儿哦。哎，看样子这红豆奶茶就我一个人喝了。来，干一个，来，来，小叶，我单敬你一杯。来，小叶，喝一个啊！小叶真是海量啊，好酒量啊！孙院长，来，哎，我敬你一个，来，加上我，孙院长，来，干！宋院长对小叶这么喜欢，夸他没边儿了。你没听说吗？小叶是宋院长的准女婿，城建院未来的接班人。说是设计部优秀青年设计师，好听吧？哦，这样啊，我说呢，看来这个小叶啊并不简单。宋院长对他的女儿那是没话说的，先搞定他女儿，然后呢搞定宋院长，这样呢就可以背靠大树，平步青云呢。听说他格兰城方案没通过的事儿，也让宋院长给压下来了。哦，看来这小子也没啥本事，徒有虚名，只会抱大腿。他抱谁的大腿呢？宋院长的女儿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儿，便宜都让他给占尽了。明白了。哎，嘉诚，你怎么出来了？是不是来接我的？我不想进去了。怎么了？结束了？没有，宋教授还在里面。
你进去吧。嘉诚，我知道你在艺贸输了很不开心，不过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别太在意嘛。那你觉得什么才是大事？里面的饭局对你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关乎你未来的发展。好了，我们进去了，别让叔叔他们等太久。走，走。别想了，嘉诚，有得必有失，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刚好你可以跟我踏踏实实准备英国的设计大赛。再说了，院里的设计项目那么多，你想做哪个，我让爸爸推荐你做不就好了？不就输了一个配套建筑的设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去透透气，你先进去吧。哎，嘉诚。谁？赵小姐你好。易总派我来取点东西，我可以进来吗？谢谢。取什么？啊？原来他不想让我喝酒啊！你回去告诉他，我喝多少酒跟他没关系。不是，再说了，你们把这些酒全部都拿走，我自己不能买啊！幼稚。赵小姐，你别激动嘛。我觉得你说的话都对，不过呢，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最好给易总亲自打电话说清楚。哦，对了，易总让我给你带一句话。他说：“让赵文文尽快解决所有的事情，因为已经有人知道了。”不可能，除非石简说出去。赵小姐，你已经被人跟踪了，易总很担心，你得收敛点。他要是担心我，早就自己来看我了。易总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再说了，易总能让我来干这样的事情。以他的性格，这种关心已经很明显了吧？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等会儿，你回去告诉易培，你叫他不要担心，很快我就会解决所有的事情。OK， 拜拜。原来二位都认识啊！啊，都是常客。吃好了，我送你们水果啊，慢慢吃，有需要叫我啊。谢谢老板。好。那张合成的婚纱照，不是我。我知道。还有今天衣帽的那个结果，也不是你。我也知道。我知道应该是我的台词，你怎么知道才应该是你的台词？快趁热吃吧。你宁愿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而失败，对吗？对啊，不够好或是不对，我可以不断的去修改或去完善它。
觉得你只是想做一个单纯的建筑师。但就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不行。其实不难。你不了解情况。我不了解不重要，但是比起你的理想和你想成为的人，那些更重要，不是吗？我看过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那些你自己写的内容还记得吗？过去这么久了，你最初的理念，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相信我。马上到了，不要睁开眼睛哦。还没到啊？到了，准备放手了。嗯。3、2、1。哇！怎么样？这是……那我是……我工作室的运营总监。恭喜李嘉诚，终于达成了愿望。现在不是还有你吗？是我们2个人的愿望。只要你不放弃。他们就这么把格兰城的项目拱手相让了吗？评选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板上钉钉的事儿。哎，这易新东横插一杠，也算是插成功了。他一心想跟我们作对，鬼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喜欢的是叶嘉诚的设计。易总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了，他连反驳都不反驳，争取都不争取一下。我知道你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可是咱们有情绪，咱们得控制住。易总告诉过我们，要顾全大局，必须放弃一小块阵地的得失。Do you understand？ 所以就要为了他们的大局来牺牲我们，是吗？你知道叶嘉诚对待这个设计有多么的用心，多么的努力吗？这个结果根本就对他不公平，太让人寒心了。对，是太让人寒心了。可是鬼知道那个易钦东花了多少钱把那个英国王子给忽悠过来。又花了多少钱摆平那些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评委？所以那些专家评委，他真的是用心的去评定的吗？他真的是站在用户住户的角度去考量考虑的吗？他们才不会管那么多，因为他们根本不住在格兰城。是啊，所以我们问题就在这儿。真正住在格兰城的是每一个业主，那我们凭什么要去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的意见，而不听听业主的意见呢？如果我是这个业主，我当然也希望我可以对我生活居住的小区的环境设施有我的发言权和选择权啊。你说的都没错，可是我天真的师姐，你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想想，哪个开发商会自找麻烦去问业主的意见呢？业主众口难调。那为什么我们易茂不可以呢？如果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易茂做到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点啊，而且对我们的2期发展有很好的广告效果。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格兰城的每个住户对待叶嘉诚和查尔斯的设计再重新做选择，重新投票，为叶嘉诚再争取第2次机会。就这么决定了。小杨，帮我调出格兰城所有业主的资料，人名、电话、地址，通通打印出来。全部业主吗？一共多少户？哦，我看一下，一共1207户。打吧。好的。你真打算这么办？要不，咱们先请示一下易总。不行，现在要是告诉他的话，我担心他会拦下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你这可是先斩后奏啊！
你放心，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这要是万一办不下来，一总怪罪下来呢，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说什么呢？我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再说了，我早就看那个易钦东不爽了。凡是跟他对着干的事儿，一定得带上我。就按照你说的办，我在衣帽帮你盯着。有你撑腰，我就不怕了。不用怕嘛，大不了咱们就一起被开除嘛。哎，加油！你的意思是一户一户的去找那些业主们投票啊？对啊，因为我相信业主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眼光，而且你的设计都是在真正为他们考虑，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有这样的判断力。可是业主们有1000多户，我们这样一户一户的去找他们，会不会太不现实？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现实呢？再说1000户算什么？就算是1万户也得去试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耐心，没有什么是做不来的，辛苦一点不算什么。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啊？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也愿意去为你尝试。而且我对你的设计非常有信心。你该不会是不敢接受业主的考验吧？你不必故意激我，你知道的，我为了设计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疯狂起来，比你要疯狂。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非常像未来的叶嘉诚哦。未来？那是我跟未来的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时间的秘密。我知道，你对这次比赛的结果一直耿耿于怀，可你真的不必特意为我做这些的。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的设计和你的作品。因为如果真正的好作品、认真的想法被白白浪费掉，那才是最令人失望的事。好，我去准备一下。嗯。昨晚在嘉兴小吃铺，是我认识嘉诚以来第一次看到他那么失落、那么沮丧的样子。没有想到嘉诚也有这么无助、迷茫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给到他一点鼓励，一点支持，早日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嘉诚。喂，你好，刘先生，我是格兰城项目的负责人，我们想针对格兰城的配套设计方案，来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和想法，所以请您给我一个邮箱地址，我们把设计方案发给您。好，谢谢，再见。我把格兰城小区的设计报告做了一个简约的 PPT， 这样让业主们能更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已经约好了一些业主的时间，我现在打算去见他们。我跟你一起。可是你设计院今天不用上班吗？还是不要耽误你工作了。放心吧，我已经请好假了，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但这可不是1、2天的事儿哦，你请这么久的假，对你会不会影响不好？我从上班第1天开始到现在，1天病假没有请过，放任这么多病假不用，什么时候用啊？别可视了，走吧。这就是我们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一个设计案，如果您同意的话，请在这边打勾。谢谢。谁呀？你们是？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请您对格兰城中央配套项目设施的。你好，请问能做个调查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没时间。来了，今天2位一起来的。是啊。想吃点什么？醉鸡、小笼包、蛋花蔬菜粥。哎呦，这不知道的还真以为2位是一对儿呢，连吃的都那么一致啊！稍等啊。对了，我们现在总共收到600多封邮件，400多封是那些业主当面投票的，还有100多封是没有投票的。
现在我看了一下，所有的投票呢是683票比321票，所以你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362票，完胜。我还以为可以全局压倒性的通过呢。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喜好的嘛，坚持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查尔斯这边呢，我明天还会再去找他们谈一谈，说不定听完阐述之后，他们会改变意见也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你呢继续按照原计划去找业主，我呢就去攻克对方的阵营。你还说我贪心啊？你现在看看你自己。我是想锁定胜局嘛。来了，小笼包来了，谢谢你啊。来吃啊。谢谢。麻烦了。我感觉这小笼包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连这个都能吃下去。未来，我与嘉诚的婚姻中，我一直是那个被保护的人，从来没有替他烦恼过任何事。现在能够跟他一起并肩奋战，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体验。能够为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烦恼与忧愁，我都很满足。我越来越有信心，嘉诚或许可以第二次爱上我。海上钢琴师，你还知道这部片子呢？当然了，你忘了吗？是你大学，是你母校，我们大学里面的电影院放过呀。学校还放过这么经典的片子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放过吗？记得是我大3的时候放过，好爱这部片子，而且音乐也特别好听。我还记得，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感动。为什么每次都要看这么感人的片子？看完之后，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这么好的片子，不看多遗憾啊！失眠也值得。男主角为什么不下船去追他喜欢的女孩呢？你想想，他自出生到他长大，他就一直在这艘游轮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些才是他最熟悉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啊，音乐才是他的最爱。只要有音乐，他就有快乐。就好像建筑给你带来的快乐一样，是吗？那你会为了你的梦想和建筑放弃我吗？这怎么可以比啊？再说了，你也是我的梦想。放弃你就等于放弃了梦想。I love you， 老公。我也爱你。我也特别喜欢这部片子，这段《Pin in Love》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音乐。你知道吗？本来那个男主角在漫无目的的一通乱弹，可是突然在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姑娘，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是在往里面相望，还是在照镜子。可是当男主角看到她那一刻起，混乱的音乐戛然而止，不知不觉中，这段春心萌动的音乐就被他即兴地弹了出来。你还记得吗？
我们终于做到了这些原本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用不用我的设计我已经无所谓了，有这么多人都能够支持我的想法，我很开心。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交给命运吧。感谢命运和时间的安排，让我和嘉诚有了这么一段亲密无间、同心协力的时光。虽然他可能无法走向我熟悉的那个未来，但现在的我已充满感恩。易总，这是什么？这是关于格兰城配套设计的调查。这件事不已经过去了吗？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啊？最近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总是找不着你人呢？张凯跟我说，你们家里出了事，你要请假，是阿姨身体上……对不起，易总，在请假这件事情上面，我向您撒了谎。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怪张凯，因为是我要求他帮我瞒着你的。为什么要说谎呢？你听我把话说完，等我说完之后，您看看再怎么处置，我都听您的安排。你说。易总，这些文件夹都是针对格兰城一期1207户用户对待格兰城配套设施方案进行的投票结果。其中叶嘉诚呢是获得了835票，查尔斯他获得了372票，所以叶嘉诚比查尔斯整整高出了400多票。这些调查都是真实有效的，我都全部认真核查过。所以我觉得易总在格兰城的配套设施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听取专家的意见，会有失公允。毕竟格兰城的业主，他们才是真正的使用者，所以他们的意见才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不是吗？虽然这个结果未必能影响最终的决策，但起码我们向业主传递了易贸是尊重业主的，而且是会为了业主切身利益去考虑。当然，这无形中也是为公司做了一次有价值的宣传。所以这些就是我最近做的所有的事情，也是我请假的全部原因。说完了。那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为什么不来请示我呢？好，我来替你回答。你担心我会因为赵文文的事情对于易勤东妥协，你担心我会阻止你做这件事情。那好，我就想问你了，你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如果我在你心里头只是一个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你还指望我有什么作为呢？我除了把所有的事情向您汇报之外，我也别无选择。但利益之间，我相信易总一定会有明智的选择。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我很有可能开除你？知道。哦。你对叶嘉诚果然是很关心，可是他马上就要和宋小晶结婚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我做这些从来不是为了让叶嘉诚感激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他来回报我。所以，无论他结不结婚，不管怎样，我都会这么去做。你出去吧。可是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果。师姐，来，
易总发飙了没？什么都没有说，就只是让我出来。一点都没有。哇！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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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总不发火的时候才最吓人，他这是要在沉默里爆发。我接个电话。喂，文文。石姐，我要回英国了。什么时候？这么突然？走之前我想见你一面。门没锁，进来吧。石姐，我这次回英国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真要走？你来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真舍得离开我回英国？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我告诉你，别跟我来这套。你别违背自己的心啊！你别指望我会回心转意。我压根儿没要你回心转意啊！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来就是想看看你。我这几天都失眠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你。你不是早就希望把我推开，希望我赶紧走吗？知道他是谁吗？这不是你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吗？她是我初恋女友。17岁的时候，就辍了学跟我混。我们好了2年，后来我爱上别人，她死活不愿意跟我分手，最后割腕自杀了。死了？没救回来。所以之后，我不敢再给任何人承诺。因为我会怕。李亨利，你要是想分手你就分手，你不要编这种瞎话来骗我，行不行？我就是一个渣男。你跟我在一起，最后得到的只有痛苦。你不一样，我不想耽误你。所以你就选择逃跑、消失，努力把我推开。我就是一个穷酸3流的地下话剧导演，你是谁？你未婚夫是谁？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可能吗？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吗？你可以不在乎，但我不想欺骗自己。那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你来找我干什么？我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你是我生命中做过的最好的一个美梦。我现在不想醒，我一辈子都不想醒过来。你怎么才来呀？你这么快就要决定回去，那易总知道了吗？哎，这什么意思啊？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回英国了，我要留下。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易佩要求你来陪我了，别害怕。所以，你是因为那个李亨利？我刚刚在楼下好像看到他了。石姐，我问你啊，如果我不跟易佩结婚的话，你不跟易总结婚，你要跟那个李亨利结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个李亨利是什么样的人，你是知道的，文文。你不了解他，而且我们之间的事情你又不懂。
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刚刚跟你说了些什么，让你忽然之间就回心转意。我只知道，我不希望你因为他再受到伤害。受到伤害怎么了啊？这是我自己的感情，我不需要旁人来给我指指点点的，好不好？而且我知道他是渣男，渣男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怎么了？哎，不是师姐，你不会是因为你爱的人要结婚了，所以说你也不希望有人来爱我吧？啊，真可怕。你好，先生，您预订的包房已经开好了，里面请。好，走吧，宝贝儿。大哥，来喂，宝贝儿，我那角色已经定了，李导亲口跟我说的。哎，你不是那个？你知不知道赵文文现在为了你，她准备把孩子留下来，还要毁了婚。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但我是她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再伤害她了。她这么喜欢你，你这么对她，你良心过得去吗？你跑来跟我说这个干嘛？我希望你能够跟她分开，否则呢？否则我就会告诉她，你还在四处留情，依然还在骗她。你觉得文文会相信你的话，还是我的话？我是他孩子的父亲。那你觉得她看到这些照片会是什么反应？这上面的照片我都已经发到了邮箱，你要是想删的话，随便了。什么条件？说吧。要钱还是什么？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耻吗？我给你3天的时间，你必须要跟文文做出了断，要不然的话，我来替你了。你。喂，啊，易总。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来到格兰城，和我们一起参与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的启动仪式。关于这次设计，我们易茂是用心的。我们聘请了多位设计师一起出谋划策，尤其是我们易钦东易总，那真的是煞费苦心呐。他所聘请的设计师所带来的设计，那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而且还交代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让我给这个项目取一个好名字。大家告诉我，什么叫做好名字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我不知道待会儿能否达到易总的期许。现在，大家和我一起，有请易钦东易总上台，和我一起揭晓今天的主角。
它就是阿尔法中心。阿尔法这个希腊字母，在数学当中的含义是未知数。它就像是一本优秀的推理小说，大家对它充满了好奇和猜测，可是到最终无法猜中它的结局。叶总，您对我起的这个名字是否满意？易总，今天带来的阿尔法中心有3项革命：建筑设计的革命，人居互动体验的革命，设计方案最终评审机制的革命。尤其是这第3项革命，那可以说在中国地产界是前无古人的。阿尔法中心最终的设计是由2套方案选择出来的，其中一套来自英国的设计师查尔斯，另外一套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本着对每一位业主负责的态度，易勤东易总开创性的将最终评审权给了谁呢？给了格兰城1期1207户的业主。最终，中国的设计师叶嘉诚以835票的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而且我们易勤东易总得到了每一位业主的高度认可。每一个格兰城的业主不仅仅是格兰城的使用者，更是格兰城的设计者，大家一起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这样记者才放心。是。下面有请我们的记者朋友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哎，易总，请问这个评选机制是您选出来的吗？是啊，易总，说一下吧，易总，哎，易总，您还有什么想对格兰城业主说的吗？是啊，说一下吧，易总，说两句吧，好，易总，哎。易总，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你了，你真的太给力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您竟然会先斩后奏，真的谢谢易总的帮忙，我以为你都已经放弃了。我很想知道，我在你心里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以为我会对你们的努力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你觉得我会容忍那样的设计出现在格兰城吗？难道我只知道利益2字？之前是我误会您了，我要向您道歉。怎么道歉？除了对不起，还能怎么道歉？这么廉价的歉意，我不接受。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还没想好，先欠着吧。道歉还能打欠条？在商场当中，宁愿欠别人钱，不要欠别人人情。而我这个人做事情就特别喜欢别人欠着我的人情。记住，今天你已经欠了我一个人情，将来可能会越欠越多，你还不起。我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好，我都会记住。哦。还有事情吗？易总，我知道您今天跟我说这些，是为了要教会我，让我学会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懂得方式方法，所以我现在知道了。还有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那样的人，从来都没有。我要说的说完了，谢谢易总帮忙。
一佩，你跟我玩这手是吧？这话从何说起啊？今天您太风光了，我给您邀请来最好的记者、最好的摄影师、最好的宣传。明天地产财经新闻，您一定上头条，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跟我玩阴的，啊？狸猫换太子。我告诉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毁你分分钟的事情。您说的是文文的事儿吧？照片拍得不错，这事儿舅舅您不应该操心，我会找时间跟外公他老人家说。不过您得搞清楚，是谁最期待易家和赵家联姻成功的，您心里得有个数。我能让你顺利结婚，也能让你这个婚结不成，你信不信？吴木子3岁的时候，跟他母亲吴以欣移居到伦敦。现在这孩子就读于沃顿小学1年级，钢琴弹得不错，数学成绩不太好，平均成绩 B 减。舅舅，这孩子的数学是不是随了您啊？你他妈查我！你关心我，那我也得好好关心关心你。不过舅舅，这孩子太小，他需要父爱和一个健全的家庭，你就这么把人家母子扔到英国，于心何忍呢？到底怎么样了？电话里死活不肯说，都快急死我了。没关系的，反正你不是说过吗？我们只要努力过，尽力过，结果不重要。你笑什么？你骗我！逆袭成功，恭喜你啊！你的方案马上就要被实现了。真的假的？真的。今天易总在现场的时候可厉害了，你都不知道，给那个易清东来了个措手不及。哎，那个易清东和那个查尔斯在台上上不去下不来，他俩脸都绿了。然后我在现场呢，强忍住，憋住不能笑。哟，这两位是碰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这么开心啊？嘉诚又有一个厉害的作品，马上就要问世了。是吗？那太厉害了！哎，今天这顿我请啊，吃好喝好。谢谢啊！嘉诚，祝贺你，耶！不是祝贺我，是祝贺我们。如果没有你的坚持，这个作品根本不可能问世。从嘉诚嘴中听到“我们”2个字，我心里甜蜜极了，好想时间就此凝固在这1秒钟。干杯！不要变。耶！喂。喂，是石简吗？啊，我是石简，请问你哪位？管好你自己的事，别多管闲事，否则小心你的安全。怎么了？谁啊？不知道。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他让我别多管闲事，要不然小心自己的安全。走吧，我们现在去报警。不要去报警了，说不定人家只是恶作剧呢。你觉得这是恶作剧？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你能不能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别去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说不定他们只是吓唬吓唬我，也不会对我怎么样。我只是个小人物而已嘛。不是，你说他们到底是谁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有可能是想阻挠你设计方案的那一拨人。你的意思是？我也想不出来第二个人了。